這個福建艦已經正式入列成軍之後呢，接下來大家都在關注的是004哈。當然呢，根據其實最近包含了國外衛星航拍圖的推算，現在呢大家都覺得2026年年底的时候，004的輪廓正式形成，2027年就会下水，2030年就會服役哦。水線寬度42到43米之間，甲板寬度有82到83米左右。好，根據國外的報道，有人說將近12萬噸的排水量，也有人說已經是超12萬噸了。但無論如何，就可以看得出來，004平台來得更大，動力更強，而且艦載機數量跟種類更多。好，最重要的就是有關於核動力的部分。繼續來請教您。004到底誰先開始討論？小艦長啊，小艦長人在哪裡？也就在這裡啊，所以記得按讚分享，還有每天晚上的11點記得收看小麥主持的全球大視野啊。那我們這樣講，我不是只是說說而已，我在今年的1月14號，我在香龍哥的節目裡頭就講到說，這一個004在哪裡？在對岸的網友都說達里安吶，其實那個是他們把英文每個發音都念完，其實是大連造船廠，那就是這個位置啊。那個時候大家還沒發現我在講什麼，直到我放上抖音啊，不是 TikTok 哦，是路抖哦。我放上抖音之後開始炸了，大家開始談這個。所以有一次啊，這個南華早報訪問我，他說為什麼有關於004航空母艦的部分消息都從台灣來啊？他說這個應該從大陸來啊，怎麼會從台灣來？我說對不起，站在你前面的在下小弟鄙人，我就是始作俑者。其實因為我固定一段時間我都會去看一些造船廠，我有幫大家盯着江南造船廠，目前還沒有任何跡象。可是如果我們按照人民日報的說法的話，也就是現在他們已經下一艘004就是核動力，不用懷疑。然後而且那個央視的項目叫做玉淵談天的，他還講了另外一件事，他說其實福建艦未來準備量產，這個美國才應該要怕。也就是未來大家說，哎呀，你應該造6艘那個航空母艦，這樣子一算，現在已經3艘了，再造1艘那個核動力，那你覺得真的只有6艘嗎？可能不止哦。如果6艘航空母艦的話，你覺得中國大陸會有多少055或者是055的下一代？我們不知道，可是是不是已經準備好了呢？這個準備好是什麼？它跟這個福建艦可是系出同源的什麼東西？也就是現在我們講說這個電磁彈射系統，其實它是一個科技樹啊。什麼叫科技樹？它可以彈射戰機，可不可以彈射飛彈？可以啊。它可不可以彈射那個火炮的那個彈頭？可以啊。所以對於美國來講，他們認為這一些包含了雷射，那包含了我剛剛講過的高功率微波，它這都叫做定向能武器。也就是我們怎麼這麼久都沒有看到這一個中國大陸有關於電磁軌道炮的狀況？因為在等啊，等什麼？因為技術都已經完成了，等新船啊。所以您接下來小麥就要講高市着苗了，你得意不要太早。福建艦在正式入列成軍之後呢，現在大家都在關注的就是中國大陸的海軍進入了3航母時代。當然呢，南海艦隊現在擁有的是山東艦跟福建艦2艘航母，20艘的驅逐艦，還有30多艘的護衛艦。所以呢，南海艦隊已經變成了亞洲最強。好，當然呢，這一回大家也都在關注福建艦在正式入列成軍之後呢，它的整個的
部署到底有哪些？其實有直接幫大家抓出來了一張圖哦。這個圖上可以看得出來，擺放的是殲15T，還有空警600，另外還有殲35也都在上面。建島前後呢，還包含了有殲35、殲15T，還有2架的空警600的預警機。不過呢，網友都在關注一個其他的焦點，就是福建艦的食堂哦，擺滿了所謂的蛋糕甜點啦，還有另外呢，這個食物非常非常的豐厚，所以呢，大家就說，在這個艦上服役還可以吃這麼好哦。根據了解，一天可以吃到6餐。好，但是呢，美國媒體現在很不服氣，因為呢，他們說我們可是有100年的作戰經驗，福建艦相較於美國的航母來說，還是有100年差距。好，是這樣嗎？另外一個部分呢，外界普遍也都認為說，福建艦將會重新來組建西太平洋的戰略事態。如果未來美軍想要干預台海的成本不得了，會直接暴增300%。我來請教一下小艦長，您怎麼樣看？有關於那個伙食啊，我坦白講，真是不錯。一天可以吃6餐，可是大家有想到嗎？這為什麼可以吃6餐？因為那都是辛苦的代價。除了我們一般講到的3餐，那還有3餐在哪裡？還有3餐，也就是下午茶的部分，那是一個部分。那另外呢，還有宵夜，那又是另外一個部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有關於晚上，就是11點半，然後或者是3點半這2個時間點，就是交接更的時候，也就是我們海軍跟商船一樣，一更就是像站衛兵一樣，其實不是站衛兵啊，開船一更就是4小時。當你在這一個好不容易啊，你準備要下更的時候，總是要吃一點嘛，对不对？還有你剛剛那個被從溫暖的棉被裡頭挖起來的時候，你當然也想吃一點嘛。所以一天的6餐，而且他那裡還有空勤的餐廳啊，也就是因為他們的艦載機飛行員，我有一個同學啊，他不是艦載機啊，那我的同學是飛 F16的，他說他的衣服啊。因為我摸過他的衣服，他的衣服是防火的。那防火的東西你摸摸看，不細汗。他說他飛一個小時的任務啊，下來全身都是濕的。我說我土嘛，我土。我就說你們上面沒冷氣啊？他說你開什麼玩笑啊？那我當然是跟他開玩笑。他說他們的溫度定在18到22度，為什麼？因為你都在高度那個緊張，而且也就是非常專注的情況之下操縱飛機。F16如此，殲15、殲35同樣也是這個道理，所以他們吃這麼多餐了。可是我一定要打臉一些那個說是軍事專家的人啊。那他們說，現在這個福建艦你缺什麼啊？你缺的也就是你沒有運輸機，因為實際上來講，以美國的航空母艦來講，它是有 C2 的運輸機，但是現在已經慢慢的都改成魚鷹機了，但是要小心不要掉下來啊。這是一個。那他講說，哎呀，你沒有反潛機。我們先講反潛機這個問題。反潛機的問題，你航空母艦外面明明就是有一個打擊群，是由驅逐艦、護衛艦或者是巡洋艦組成的，那些都是酒囊飯袋嗎？是不反潛的嗎？不偵潛的嗎？所以你不講，我們都不知道你外行啊。而且呢，你不看論文啊？怎麼說？我們講說啊，現在解放軍已經研究輕轉旋翼機，它在研究什麼？流場。這個流場是什麼？也就是我們一般講到的那個流線啊，也就是它的怎麼樣空氣通過這一個輕轉旋翼機，搞這個到底要幹嘛？因為他們的輕轉旋翼機實際上來講已經在測試了，也就是我們看到的這一張啊，他們已經在測試了，而且這一個不像魚鷹機，像 V280。為什麼？因為魚鷹機它的排氣是向下的，那你如果是有特戰人員在下面，你拉的繩子要垂降的話，對不起，你吸到的都是廢氣，而且呢，那個溫度很高啊。那但是如果像這個，它的那個旋翼輕轉之後，它還是向後排氣，沒這個問題。那另外反潛的部分，對不起，
你用美國的思維，當然是這樣。你不知道中國大陸它是有無人機、反潛機的嗎？這個叫翼龍 X， 我再念一遍，翼龍 X， 學一下啊。你看它這邊，它有2個夾艙，這2個夾艙上面是有洞的。這個洞是什麼？這個洞是要發射，那個這邊也就是各種的聲納浮標的。那這樣就可以反潛啦。那你說沒有打擊武器啊？還真的有，這裡不就是魚雷嗎？所以不要用美國的思維想中國的裝備，為什麼？因為中國大陸叫做彎道超車，你美國你不這樣講太過頭了，你只能夠看到車尾燈而已。所以這一個也就是我們講到的後進者，它有它的優勢。這個也就是福建艦。至於有人說這個我們台灣怎麼樣？我真是講你不要那個太那個自大了。對不起啊，沒有福建艦的时候，2017年開始，解放軍的各型的戰機就在台灣周邊的空域飛來飛去，海上隨時組建這一個聯合戰備警巡。我請問，這個跟福建艦有什麼關係？沒有啊。要到台灣那個相關的那個，如果說有一天真的很不幸啊，發生了這個戰爭的話，對岸的機場起飛就好了，幹嘛要搞這個福建艦？福建艦真正的目的叫做反介入，反誰的介入？域外國家啊，美國就是一個。另外那個就大老遠從歐洲來的英國啦、法國啦、德國啦，對不起，他們只看到這一個前面有福建艦、有山東艦、有遼寧艦，他們就向後轉解散。而且他們根本就不會來，為什麼？從歐洲來一趟2個月，他們要花多少油啊？你有幫他們想一想嗎？你沒有，你只覺得是這樣。而且我必須這樣講，大家到網上搜一下，2018年我就已經在 ETtoday 上面微文指出，台灣我們所謂的這一個所謂的戰力東遷早就已經行不通了。那為什麼？因為我剛剛講了，2017年解放軍的各型戰機就已經在東部海域戰來戰去了。你不要忘了，2021年開始，遼寧艦、山東艦每一次都在東部外海，不是嗎？你說，哎呀，我們這個熊2、熊3準備好了，你準備什麼？人家在450公里以外啊，你打不到。所以我們這樣講，但是你說打不到，他的戰機可以抵達台灣，所以台灣在想這種戰力東遷，根本就是4個字：痴人說夢。大家好，我是主播林家源。生活壓力大，失眠、淺眠是現代人常見的煩惱。許多好朋友告訴我們，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幫助睡眠品質。現在進一步推出晚安加強版，添加首創最適合台灣人體體質的天然 GABA、色氨酸、茶氨酸、香蜂草4大天然草本，幫助睡眠的配方，強化睡眠，全期都起到放鬆舒眠的效果。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本身含有台大專利授權克菲爾乳桿菌 M1 的8種專利菌。首創益生菌、益生元、后生元黄金3角配方，幫助維持消化道機能。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關心異常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可以選擇原版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它添加有超級食物、羽衣甘藍，健康再加分。而有睡眠困擾的朋友，趕快選擇藍色包裝這款晚安加強版，絕對更有感。選擇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做好日常保養，實現睡眠自由，身體輕鬆無負擔。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Good，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輸入推薦碼有額外折扣。